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来给大家说几个海内外大事儿吧。面具人前天的节目才说到孟晚舟不想回国，结果呢，你看墙内这边就开始警告孟晚舟了，死亡威胁了。那这个消息咱们放在节目中间再说啊。咱们先来说美国，美国这边打击中共又有新的动向了。根据路透社报道，检方指控 NASA 资深科学家梅亚潘加入了意在吸纳熟知外国科技以及知识产权的中国千人计划，并且在中国、韩国、日本的高校担任教授。但是梅亚潘向 NASA 以及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隐瞒了上述事实，并且在10月27日向调查人员提供了虚假信息，称他既没有加入千人计划，也没有在中国高校担任教授。如果法庭认可检方的指控，梅亚潘将面临最高6个月的监禁。近年来，美国司法部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打击中国对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多名学者受到了间谍罪或者是盗窃知识产权罪的指控。就在1年前，哈佛大学化学系前主任、纳米技术领域顶尖科学家利伯被指控是否参与千人计划，是否有接受来自中国的科研资金等问题上撒谎。利伯后来获得保释，但至今没有认罪。2020年底，美国检方还同另外一名在俄亥俄州大学工作的华人教授达成了认罪协议。这位教授承认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拨款申请中做了虚假陈述，他隐瞒了他与中国的一所大学的关系。检方此前称，这名教授与千人计划有关。2019年，美国参议院出具的一份报告称，中国从2008年起就有系统性的通过资助项目来窃取美国的科研成果，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千人计划。报告还认为，美国当局一直拖延了10年，直到2018年才对千人计划做出强势反应。2008年到2016年是民主党奥巴马的任期吗？那这个事情看起来是奥巴马的锅。对于中共在2008年的时候没有做出什么太激烈的反应。咱们来看一下啊，这份报告是2019年参议院提出的，参议院是共和党占多数吧？那共和党肯定会说是民主党的锅呀，因为2008年前是共和党小布什担任总统嘛。当然了，不能说是2008年前就没有对中共的知识产权盗窃做出反应嘛。所以呢，只能是2008年到2016年这8年时间啊，民主党担任总统的时候，忽略了对中共的知识产权的偷窃。当然了，中共偷窃美国，中共对美国的战略，它绝对不是2年、3年、4年、5年、8年，中共长期以来都在渗透美国、偷窃美国。所以说，面具人也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在对抗中共的这个议题上面各有优劣，两党不管是哪一个党做得好、做得不好，都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所以呢，美国人民和美国都要承担这个代价。美国能意识到中共的学者渗透，目前来看呢，开了一个好头，是好事儿。但是呢，面具人，我想说，随着美国对中共的间谍渗透的调查，我相信美国在这个领域啊，会越来越有它的突破性发现的。美国接下来会发现更多的中共间谍，甚至会发现美国自己营救的这些所谓民主战士呀、民主战神呀、民主派呀、反共的人呀，一直拿美国的资金支持的这些民主斗士，他们在反美国。美国甚至能发现美国的这些宗教牧师、华人的民间社团也都是中共的深度间谍组织。面具人在这里想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就是那些平常看起来非常舔共、非常粉红的这些人，有没有可能是间谍呢？很可能呀，对不对？很多粉红呀、高级红都是间谍，但是这种间谍的级别往往都不会太高，因为它太容易暴露了，而间谍的本质就是不暴露自己，对不对？而真正级别高的间谍，往往是那种看起来非常反共的，满嘴都是自由民主的人。
面具人，我这么一说，你们可能会觉得，哎呀，反共的人怎么可能是间谍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你想一下，周瑜打黄盖的故事听过没有？在古代，周瑜把黄盖打了，于是呢，黄盖跑去投靠曹操了，说周瑜打我，还说了一大堆周瑜和孙权的坏话，这样曹操才放下了戒备心，接纳了黄盖，于是才有了之后的黄盖放火烧船，曹操的赤壁之战惨败。那这个故事不难理解吧？如果说黄盖没有被周瑜打，如果说黄盖跑到曹操的阵营，他居然还说爱周瑜爱孙权，你觉得曹操还会接纳黄盖吗？他肯定会当场把黄盖给咔嚓掉了，因为明显可以看出来，这个黄盖就不是来投靠我曹操的呀，他这是来叫板的叫嚣的，对不对？哪有说到了我曹营还一口一个爱吴国的，对不对？古有周瑜打黄盖，面具人，我给你们说这一招啊，共产党现在依然还在玩。你们可以这样理解，咱们就拿那些民运分子来举例子啊。古代的周瑜打黄盖，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共迫害了某民运，所以呢，这些民运才会跑到美国，美国就类似于曹操这么样的一个角色。曹操当时比孙权强，美国也比现在的中国强。那因为中共迫害了某些民运，就相当于周瑜打了黄盖，所以呢，才能让美国接纳了民运黄盖。民运黄盖到了美国以后，才能放火烧美国的后院，就相当于当年黄盖到了曹营以后，烧了曹营的船。这些川粉民主大师现在可不是在放火烧美国的后院吗？天天说美国的民主是假的，天天拉一派打一派，要干掉美国的一个大党，是不是？甚至要美国内战，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那大家都知道了，曹操接纳了黄盖，最后呢，造成了赤壁惨败，对吧？那美国也是大量的接纳了所谓被中共迫害的人，那接下来的美国是否会经历赤壁的惨败呢？这个或未可知。面具人，我不能预测未来，我也不是神棍啊。但是面具人，我知道真正的反共意识是很难发出来声音的，就算他发出来声音，也很快会被掩盖啊。就像那个华夏之声李良是吧？还有好多默默无闻的就被消失了，就被干死了的。不是说他们不想发声，是因为他们没有宣传机器呀。主流的这些人呢，又觉得这些伪类呀，这些假反共的人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反共斗士。于是呢，主流的这些人也不太会关注那些真正的反共的人。于是呢，此消彼长，真正的反共力量就会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被削弱。而这些伪类呀、败类呀，则越来越有机会，能够得到群众的认可，大家互相吹捧，众星捧月嘛，对吧？群众都是愚昧的、盲从的，大家一煽动，一带节奏，哎，这个人是英雄，那个人是民主战神，大家于是互相吹捧，就形成了一个大网，把所有的这些鱼苗韭菜给包围起来，明白了吗？那这些人啊，互相吹捧，越来越有名气了以后啊，他就越来越有机会去渗透美国呀，他的体系也就越来越大。这些人的名气大了以后，他的民意基础也就会越来越大，挟民意啊，让这些底层的韭菜、鱼苗、老百姓去吹捧，说这些人是真的反共的，他们很有名气，他们都是真心的民主战神。等这些人有了名气以后，他就越来越可以去迷惑美国，让美国人会觉得，哎呀，这些人民间的声誉挺好的，挺有名气的，挺有民意基础的，哎，看来他真的是反共的。所以呢，这些人体系发展庞大到一定地步以后，他甚至可以影响美国的大选，影响美国人的舆论价值观。中国人这个种族啊，尤其是精英中国人，擅长谋略的中国人啊，有知识有计谋的这些人，你说他傻不傻？
他绝对不傻。你说中国人是不是劣等种族？绝对不是。中国人也不傻，也不蠢。傻的、蠢的是那些底层被洗脑的。全世界都一样，底层被洗脑的人都是傻的、蠢的人，聪明的人不会被洗脑，对吧？而真正能爬到中高层的这些人，一个比一个精，一个脑子比一个好。中国这个人种啊，他是不擅长正面战斗的，他是不擅长正面硬刚的。但是呢，中国人特别擅长背地里面搞事情。比如说啊，老外跟别人起了冲突以后，那老外的想法就是，我今天就跟你起冲突，怎么了？我今天就跟你硬碰硬，我就要跟你发泄 battle。我要么就是当面给你解决，要么就是事情过去了以后我就不想了，完了就完了。但是中国人不会，中国人如果和谁起了冲突以后啊，他正面很容易就会给你认怂服软了。但是呢，这个事儿绝对没有过去。这个事儿啊，中国人会在背地里面记仇，会用各种你意想不到的狠辣的甚至阴毒的方式去背地里面报他的仇，去给你以中国人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擅长的背地里面搞事情。中国人的这种行为模式也跟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有关。中国人的这个体型就是小，力量也小，所以呢，他确实是不擅长正面作战的。人种以及环境决定了这类人的生活方式还有处事方式。所以呢，中国人的战斗方式从来都不是正面作战，他就是喜欢背地里面搞阴的。你们仔细去观察啊，美国的很多阴谋政府呀、阴谋论呀，包括所谓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些阴谋论有一部分是老外制造的阴谋论，但是其中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中国人制造的阴谋论，并且呢，这些阴谋论是英文的，还有法文的，还有德文的，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形式。很多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些阴谋论是中国人制造的。那你说中国人傻吗？中国人傻，中国人还能编出来各种各样的阴谋故事，把这些老外所谓的高贵的白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吗？这是低智商的人能做到的事儿吗？智商低的人能把智商高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吗？不现实吧？那说到对华强硬，就不得不提到蓬佩奥了。蓬佩奥最近也是火力全开呀，因为他确实是在白宫能待的时间不多了。可以看出来啊，蓬佩奥这个人啊，最近的一些举动反映出来，蓬佩奥是有一定想法的，并且呢，也是有一定的雄心和抱负的。只不过呢，确实蓬佩奥屈居于川普之下，并且呢，蓬佩奥之前不是私底下也骂过川普是蠢货吗？简直受不了他了吗？也包括你看啊，蓬佩奥他一直主动拉拢周围的盟友，他确实也能看到中共的威胁。蓬佩奥做过很多有关中共威胁的演讲，但是蓬佩奥你没权利呀，你说的不算呀，对吧？你蓬佩奥最多也就是扇扇风点点火带带节奏，最终干什么还是要川普拍板的。所以呢，蓬佩奥也是一腔热血没有地方挥洒。美国国务院突然宣布取消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的访台行程，这个很突兀，让人脑子一下子转不过来弯来。之前不是蓬佩奥宣布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要访问台湾吗？结果呢，刚过了2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在声明中就表示，国务院已经决定取消所有高级别官员的外访，包括国务卿蓬佩奥下周的欧洲之行，以全力协助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进行政府交接。同时呢，也要确保顺利举行1月20日的总统就职典礼。克拉夫特的访台行程被取消，明面上的原因，那就是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就是为了要保证权力的交接啊，为了确保政权交接的平稳，不得不喊停。为此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欧洲之行也被喊停了。欧洲那边呢，是因为川普的一些行为说
川普不民主呀，川普煽动暴乱呀，所以呢，欧洲的官员不喜欢川普政府，所以呢，不想跟蓬佩奥来往，迁怒于蓬佩奥了。所以呢，欧洲也有官员拒绝蓬佩奥的来访。所以呢，美国国务院这边刚好也就把蓬佩奥的欧洲之行也取消了，顺势找个台阶下。甚至呢，美国国务院在接下来8天内，所有原本的一切的访问计划都被取消了。那这些安排全部取消了，也让台湾这边受到了不少的精神打击。因为你看啊，只要有美国的官员到访台湾，去拜访台湾，对台湾来说，那都是无上的荣耀呀，满城欢喜，非常高兴。台湾从总统蔡英文到外交部门负责人，原本都是兴高采烈，把时间都计划出来了，各种的娱乐活动也安排好了，安排到1月15日，这几天行程满满的所有的官员都调动出来，为了迎接这位钦差大臣。结果呢，人家不来了。但是台湾这边已经做好了各种各样的迎接准备、行程安排，这一下尴尬了。台湾一方面表示对美国国务院的决定理解和尊重，另一方面称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无法如期率团访问台湾而感到惋惜。面具人，我有时候就搞不清楚台湾人是腿软还是膝盖软啊？美国的官员过来访问了就访问了嘛，你台湾作为一个国家，你自己的姿态和尊严要有嘛，对不对？你不能说好像美国来了跟你的亲祖宗来了一样，要跪地迎接的那种感觉嘛，搞得满城兴奋。面具人，我觉得没必要。作为一个国家，自己的国格要有。然后呢，你看美国的这些官员去访问欧洲呀，访问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国家，也没有说这些国家像台湾如此的这个恨不得万里迎接呀，铺红地毯呀，跪地求拜呀。然后呢，就是人家美国的人来不来还不知道呢，台湾这边先是造舆论、造声势，让大家觉得美国来了不得了了，大好事呀。面具人，我觉得真的是没必要。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谁找谁，谁去拜访谁，这个利都是相互的，目的都是相互的。如果说你一味的贬低自己的姿态，给别人下跪，你只会让你在别人眼里面不值钱，瞧不起你。你会觉得别人是你的领袖，但是呢，别人未必会觉得你是他的小弟。这就是为什么顶在南海第一线的菲律宾，人家左手拿中共的钱，右手拿美国的武器，都是白拿，对不对？很简单呀，杜特尔特玩的就是左右逢源呀。你美国不帮我，我就跟中国混；你美国不帮我，我就跟中国混；你中国不帮我，我就跟美国混。你们去看杜特尔特每次访问美国呀，或者是和中国讲话的时候，他说话非常硬气，他根本不屌你他很明白自己的筹码在哪里，对不对？而台湾呢，要么看中共的脸色，要么就是看美国的脸色，要么被中共打压，要么被美国打压，要么被中共操纵，要么被美国操纵。而且你看，美方的官员宣布要访问台湾，但随后又取消，并且呢，已经不是1次2次了。这对双边关系而言都是非常不尊重的事儿。如果这种事儿发生在美国传统的盟邦，比如西欧各国，或者日本、韩国，甚至菲律宾，肯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弹。当地的国内的舆论势必要高调表达被亏待的抗议。你说来，结果又不来了，而且是1次、2次、3次，一而再，再而三。你这明显就是没把别人国家当国家看嘛，没把人家放在眼里嘛。这就是说，站在尊严的角度上，你至少要表明一下你的态度，或者叫对方礼节性的回应一下，对不对？你要立你的威，你要立你的足，不然的话，谁都可以欺负你，你怎么还以国家的名义在这个地球上混呢？混球呢？对不对？但是面具人，我从这个事情上面也能看出来更深层的东西。
首先呢，台湾这边民进党当局有点逆水行舟了，在美国大选的这个事情上，绿营媒体积极干涉、积极造谣、积极参与，对吧？大选前后狂热的支持共和党和川普，一边倒的完全失去了第三国的这种不干涉他国事务或者是客观中立的立场。而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明拜登已经赢了，美国的民主已经胜利了，同为民主国家、选票制度国家的台湾，居然去质疑美国的选票，还在持续的造谣美国的民主党当局。那你觉得这还不够匪夷所思的话，那咱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就是台湾这一次自取其辱嘛，人家来了，结果又不来了，对吧？明明人家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呗，说不想来就不想来了呗。但是面具人，我如果是蔡英文我可能连这一次访问我都不会接，我会把这个作为我与美国下一届民主党政府的谈判筹码，我会卖给民主党一个人情，我会给民主党一种感觉，觉得看，我为了跟你下一届政府合作，我直接推了共和党人的访问，我够硬气吧？以弥补我之前长期以来对民主党的造谣和伤害。毕竟人视时务者为俊杰，要顺势而为。你不可能说接下来美国4年是民主党执政，你还继续造谣民主党。而事实上呢，面具人我也搞不通最匪夷所思的事情来了，这个台湾政府和一个马上要下台的政府去搞外交、搞会见，这到底是什么目的呢？你说你和一个马上要下台的政府，你谈任何的政策，那以后也不可能执行下去呀。因为政府换届了，换了下一届新任的政府，你又要重新谈，对不对？难道说台湾想继续死挺共和党挺到底吗？就和川粉一样，认为川普政府、共和党政府才是赢得美国大选的政府，必须支持，不管你民主党怎么样，我就是要支持你共和党。那你这就是引火焚身了呀，对不对？你台湾并没有能力去左右美国的政局，并且呢，美国谁当总统也不是台湾说的算的。你在这个时候还要挺共和党，你这分明就是等于不认可美国现在的民主党政府嘛。咱们先不说别的共和党连任了，那是好事。那共和党现在看来大概率是不可能了嘛，几乎不可能连任了。民主党妥妥的要连任呀。那你在这几天，人家拜登马上要上台了，马上要搞就职典礼了，你再给这个事情上火上浇油，搞得人家雅兴都没有了在人家就职典礼之前，你还要去接待人家的旧政府官员，和人家勾兑。换成任何一个人是拜登，是民主党，都会生气呀，对不对？那接下来的4年的民主党生气了，对你台湾，你觉得台湾有好果子吃吗？对不对？台湾，你这就是妥妥的干涉别人内政了，很明显了。人家政府谁下台谁上台，你作为一个第三国，你尽量要避免牵扯到其中尽量把自己放在中立的角度，是左是右，你自己都有的回转的余地，对不对？所以说面具人，我有时候搞不清楚台湾的这个国际观的能力他国际政治的能力搞得我真的是头晕有没有台湾人能懂得这中间的原因的？等我今天讲完节目你可以留言教育教育面具人我但是面具人，我从这个事情上又看出来一个端倪，美国的外交权已经发生了转移了，拜登团队已经接管了美国的外交权力。毕竟距离1月20日拜登就职只有1周了。正如美国国务院声明所说，美国国务院与当选总统拜登的团队在过渡方面进展顺利，我们完全致力于完成一个平稳有序的过渡过程，并且呢，在接下来的8天之内完成。严格意义上来讲，从各州选举人投票认证的那天起，新旧政府就应该进入权力的过渡阶段了。但是川普政府他不愿意，按理来说
川普政府就是过渡政府了，其职能仅仅是看守。按照传统，就不能再发布任何重要的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从12月6日国会确认拜登胜选以后，就必须开始启动这个交接的这些进程了，并且呢，在1月20日新总统就职仪式的进程中，权力交接必须进入最后阶段。川普政府绝对不能有任何夸张的重要举动，尤其是外交举动。所以说，这一次取消了蓬佩奥手下和台湾这边的双边关系访问的事情啊，面具人，我真的是看到一个大问题。哎呀，我觉得我真替台湾这个前途担忧啊！台湾政府这一次押错宝，不但对他接下来的执政有一定的风险，因为美国也不是吃醋的嘛，中共能操控台湾的政治，美国同样也可以。最重要的是，民主党记仇了，真的记仇了，一点面子都不想给台湾了。所以呢，你看这些官员访问台湾，直接叫停，不管是共和党叫停还是民主党叫停。咱们想一个逻辑啊，现在是共和党执政，共和党想访问台湾，那为啥这个事情又被叫停了呢？首先，共和党自己不会叫停，因为这个事情是共和党自己发出来的，对不对？那只能是民主党叫停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台湾的4年应该是比较难过的，民主党还是会和台湾搞双边关系，但是面具人，我不认为民主党会给台湾太多面子。面具人，我之前已经很多期节目讲过，民主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极端性的、非常报复性极强的党。从南北战争时期秋后算账，把林肯做掉，再到给日本扔核弹，这些事儿都是民主党的人干的。所以呢，到了今天你看民主党记仇了，民主党清算呀、报仇呀，面具人我都不会觉得奇怪。只要了解美国的历史的人都应该能看明白这一点。所以呢，台湾的政治咱们就放到一边，没什么过多深究的。说白了，很简单，能看出来台湾的这个政治深度、政治生态就是非黑即白拉一派打一派，无脑站队就行了。凭借着自己的单方面的某些东西多了我就不说了。那为什么蓬佩奥要在这一段时间一直要升级有可能激怒中共的行为呢？什么派手下访台呀，这只是其中一个其实呢，还有一个新闻，那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4宣布，美国将采取进一步维护南海自由，对南海大规模填海、建造与军事化活动的其中参与的中国籍人士实施签证限制措施，包含有国有企业主管、中共与人民解放军海军官员等。美国商务部将中石油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路透社报道，小米被列入涉嫌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企业的黑名单。看，这个不算什么重大外交举措，这个只是他们列出来一个名单，还要审议，还要批，那这个就更狠了，这就等于直接把中共的官员给搞了。这不是说像跟台湾那样搞个间接的会面呀，去间接的惹怒中共，这等于直接打击中共的人了。从这些举动也可以看出来，蓬佩奥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抱负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政治理想的人，也是有一定信念的人。蓬佩奥也就剩这么几天时间了，索性就放飞自我了。蓬佩奥他肯定是知道中共的威胁的，因为他本来就是情报头子嘛。而且呢，蓬佩奥对民主党肯定也是不信任的，他认为民主党可能会亲共，所以呢，蓬佩奥他现在尽他所有的能力去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升级对中共的威胁，来激化美国和中共的矛盾。或许在蓬佩奥眼里面，民主党可能会亲共，民主党会使用比较柔和的方式去跟中共接触，去用温和的方式继续回到所谓的原来的老路，就是什么改革开放30年，慢慢引导中共和中共的经济，认为中共的经济发展了，中国也就慢慢的文明了、民主了。
蓬佩奥认为这是不可行的，所以呢，蓬佩奥就会想，哎呀，算了，背水一战了，干脆把美国和中共的这个矛盾彻底升级，让他民主党无法回旋，让民主党想回旋想软化也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民主党也必须要硬，不硬没办法。蓬佩奥前几天发推文说，他将会解职，他将会卸任辞去他的国务卿的职位。也就是说，蓬佩奥已经承认了川普输了，他也没几天能在位子上待了但是通过蓬佩奥这些举动，咱们也可以理解，蓬佩奥想在他卸任之前留下一些政治遗产吧。那么咱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个新闻就是重磅。面具人前天才说了孟晚舟的事情，结果呢，你看孟晚舟不想回国，那国内这边就炒作出来大新闻了，死亡威胁孟晚舟。根据路透社今日消息称，加拿大的一家法院13日庭审爆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居家期间曾数次受到死亡威胁，其中包括装有子弹的信件。报道称，为孟晚舟提供安保的人员狮门风险管理公司首席运营官道格·梅纳德在作证时透露了上述消息。梅纳德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作证时称，孟晚舟在2020年6月至7月之间在家中收到了5封或6封威胁信。温哥华警察局也参与了相关证物的检查。检查人员称，这些信是被邮寄过来的，可以从信上的标记轻易地辨识出来。梅纳德还补充说，该风险管理公司与孟晚舟方面合作，以确保信件不受污染、投毒，并且呢，打开了这些信件，确认它们存在威胁。有时候呢，信封里面还有子弹。路透社称，寄信人的身份和动机不能透露，这是秘密。但是呢，面具人从这个新闻里面就能看出来，这个是死亡威胁，没问题信件里面放子弹，这已经很明显了，并且呢，信件的内容也是有死亡威胁的。那面具人为什么要说是中共对孟晚舟死亡威胁呢？其实呀，在中共体制内混过的人都知道这中间是怎么回事了。面具人用体制内的思维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事情。中共这个政治是黑不见底的很多事情不能明说。在前天，面具人报道了孟晚舟自己爆料出来加拿大检方乱七八糟的破事儿，无非就是为了找茬，上诉，不停的上诉，以延长自己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可以看出来，孟晚舟本人是不想回国的，否则呢，她何必与自己的老公爆料，唱双簧，不停的给加拿大政府找茬，上诉、起诉不停的开庭，不停的打官司，为的就是延长自己的居住时间嘛，对不对？那这个新闻就是孟晚舟夫妻俩找加拿大的茬的新闻在加拿大国外炒得比较火热，但是在国内这个新闻不多，就证明了国内是不想让国内的韭菜舆论知道孟晚舟不想回国的。那有意思的事情就出来了，孟晚舟收到子弹被死亡威胁的这个事情，按理来说应该是个大新闻，但是面具人，我在加拿大的 CBC 网站上没有搜到这个新闻，搜不到也不能说它不存在，但是至少证明了这个事情没什么热度，老外这边不想去炒这个新闻，但是中国这边墙内关于孟晚舟收到了子弹死亡威胁的事儿炒得很火热。说到这儿，你们应该明白了吧？中共有时候做事儿还真的是会像电影里面那样，给你一个非常隐晦但又明确的暗示，让你自己想去。既然信件里面都能给你寄子弹，下一次给你寄毒药、炸药，甚至是用其他的方式把你搞掉，中共证明他能寄带子弹的信件过来，下一次呢，可能就把这个子弹寄到你的头里了，知道不？而且呢，中共这边这两天继孟晚舟不想回来，又把孟晚舟的妹、孟晚舟的爸、孟晚舟的妈拿出来在国内大肆报道。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说的很明显了，
孟晚舟的妹叫个什么姚安娜，对吧？还有孟晚舟的妈啊，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你全家都在我手里啊，并且呢，我还是有能力寄子弹寄到你家的，不听话，下一次子弹就送到你头里了。